丝眼镜，衬衫扣子2颗没扣，这个脸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律所还招模特？见过他的资料，江暖暖，江暖暖，名字怎么跟人一样，看起来就很暖。烫！他口鼻过去那边空气烫的，像有人在我脸旁边开了个暖风机。不对，暖风机不够，是壁炉，移动壁炉。脸是冰箱，温度是烤箱，这人怎么回事？精分吗？对了，温度降了，又升了，所以不是他体温高，是我靠近的时候温度在变，距离越近越烫。等等等等，这是什么能力？人体激动器！刚才差点碰到他，手臂从他面前过去的时候，他头发动了，举起橘子尾，就那1秒，心跳好像停了。顾思涵，你冷静，你是合伙人，他是实习律师，你刚才差点在电梯里碰到人家，碰到你就完了，只是。橘子尾，记住了。温的，正常人的温度，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会触发。新来的江暖暖，刚才电梯里那个深色西装、金丝眼镜是谁？顾思涵，合伙人，全所叫他顾冰山。冰山，你知道上个月他开除一个总监，全程说了不到10个字，第一句进来，最后一句出去，中间沉默。那总监出来的时候脸都白了。那他平时会笑吗？笑，顾冰山笑，你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？稍久不会笑。温的，客气、礼貌、正常同事，所以只有他不一样，只有那个人烫。江暖暖，你还好吗？你这表情像中了彩票，比彩票好，好多了。个普通的手指，但从今天起，他们是情感雷达，冷是排斥，温是客气，热是好感，烫，那烫是什么？我好像已经知道了。江暖暖，实习律师，分到了我的团队。他在电梯里回头看我的时候，那个眼神，我忘了呼吸，连报到通知都写不利索了。顾思涵，你完了。冷死了，这空调是要把人冻成冰棍儿。小江，去档案室把这3份卷宗调出来 ，B 区第3排最上层，归档号在清单上。现在对，顾律明天开庭要用的，别磨蹭啊，他最讨厌等人。他骂过人吗？他不骂人，他盯着你看，比骂人恐怖100倍。上次实习生被他盯了3秒，当天就提辞职了。陈姐，顾律平时会自己去档案室吗？档案室？搞笑呢，他什么身份？都是我们调好了送他桌上。我跟他共事5年，就没见过他踏进去半步。好，知道了。他从来不去档案室，所以我一个人去，安安静静调卷宗，不会碰到他。江暖暖，你在期待什么？烫，和昨天电梯里一模一样的烫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说从来不来档案室吗？陈姐，你骗我！这3份。陈姐说你要用，小心！温度变了，从烫直接跳到了更烫，烫得我手心都出汗了。你手怎么样？砸到了，我去拿冰袋。不用，都红了。没事儿。你刚才明明可以躲的，你往前跨了一步是怕砸到。他离我太近了，近到我能数他的睫毛。不对，谁数睫毛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他问你是不是怕砸到他，你说话呀！说是太直接，说不是太假，说什么都不对，那就别说了。档案拿好。顾律，全所最可怕的协伙人，在档案室里撞了门框。第一次电梯，第2次档案室，2次都是烫的，这肯定不是巧合，这是他对我有感觉，而且是强烈的感觉，强烈到空气都变烫了。怎么办？我好像也有点。你们律所什么意思？我的案子拖了3个月了，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冷，不是凉，刺骨的冷，像把手插进冰水里那种。这人疯了！保安！
右手被那个人碰过冷的，刺骨的冷；左手碰过陈姐和小梦温的，正常的友好的。冷代表恶意，温代表客气。那烫呢？温冷烫，顾思涵2次都是烫的，在电梯里，在档案室里，那个人对我不是客气，是喜欢。顾冰山喜欢我。江暖暖，你干嘛呢？一上一下的，做深蹲啊？小梦，我问你，如果一个从来不去档案室的人突然去了，还正好在你够不到档案的时候出现在你身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跟踪狂？不是，反正不是跟踪狂，那是偶遇呗。不是偶遇，他说那3份档案他要用的，但陈姐说他平时从来不去，所以他专门去的，为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去趟顾律办公室。你确定？他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，早上开会摔了文件夹，新来的实习生把案卷页面标错了，他没骂人，就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拍，然后整个会议室没人敢喘气。完了，所以我现在去找他，是在往枪口上转，但这件事不说出来我会憋死。放哪？顾律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碰到过一个人，碰完之后手会冷？谁？刚才大厅一个闹事的当事人，他擦到我手了，很冷。但我碰陈姐和小梦温的，正常的。是的。以后这种人，让前台拦，你不用碰。文件我搬，你回去。我说你是烫的，他没否认，他明明可以问我你在说什么，但他却说以后这种人让前台拦，他在护我。顾冰山，你抱着文件夹走那么快，是不是耳朵又红了？可惜看不到。心跳好快，他说我烫，这不是比喻，他在说一个事实，他能感知我对他的温度。那时候我很想握住，就握了。顾思涵，人家是实习生，你是合伙人，冷静。这个案子的证据链有问题，谁做的前期整理？是我，按照卷宗材料，按照卷宗，你实地核验过吗？对方3份合同日期对不上，你没发现？3份合同的签署日期签在公证之前，不具备法律效力，这种低级错误，顾虑你团队的新人。他说的对，我漏了公证日期，低级错误，第1天就被骂。江暖暖，你可真行。合同日期不影响本案核心诉求，对方在答辩状里默认了合同真实性。你读过答辩状第3页第4段的话。散会。他在护我，挡了老周的子弹，烫，比开会前更烫。他在生气，因为老周骂了我。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顾冰山替你出头，他什么时候替别人出过头？上个月他自己的助理被老周当众怼，他一个字没说，全程翻酱钻，那助理第2天就调组了。所以他平时不护人，护人，他连自己都不护。有人背后说他冷血，他听见了，面无表情走过去，就那样。但今天当众老周脸都绿了，所以他只护了我。小江，你跟顾律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没有啊。你撒谎的时候眨眼，江暖暖你眨了3次。我没有，又眨了2下。如果一个人对你和别人完全不一样，对别人冷，对你烫，是什么意思？什么烫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一个从来不护人的突然护了，一个从来不去档案室的突然去了，一个从来不迟到的最近天天在电梯口磨蹭，这什么情况？烫，不是护团队，是护我。站这儿干嘛？路过，你要去接水。茶水间往那边走。知道。您不是要去接水吗？你先走。顾律，今天开会，谢谢您。老周说的那个错误我确实没发现。你已经发现了。什么？散会之后，你把3份合同重新排了，荧光笔标的那些，我都看到了。原来我标的每一条他都看到了。他在开会的时候就知道我会改，所以他护我，他相信我能发现错误，也能改正错误。他站在门口看我，他来道谢的时候声音比平时小，是不是今天被老周吓到了？帮他说话可以，替他出头不行，会让他在律所待不下去。所以我说了答辩状，但所有人听到的都是护他。他标的卷宗，
每一条都对了，但他不知道，他标卷宗的时候，我看了17分钟。不是吧，打印机大哥，大家都下班了，你给我来这个，唉。你是不想出来是吧？好，我跟你耗。如果我今天被牙印机打败，明天全律所都会知道，陈姐会笑我一整年。顾律，您还没走？文件落下了。您在笑？没有。您嘴角动了？没有。烫！他蹲下来的时候，那片空气直接变烫了。他离我太近了，近到我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，不是香水，是洗衣液，很淡。卡门了啊。嗯。他的指尖也烫，隔着纸都感觉到了。下次卡门叫我。顾律，您手指脏了。嗯。您不擦？忘了。您刚才说下次卡本叫我。打印机卡本这种事儿，您一个合伙人为什么要亲自帮我修？那天在档案室里，他挡了3本，没吭一声。一个胜诉率100%的律师在这帮我修打印机，你说这不是喜欢？明天还加班？鬼才信！他意思是明天他还会来。顾思涵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说我在看你。打印机卡饼纪念，他帮我修打印机，还是烫的，温度还在。他递给我的纸巾，他手指的温度是温的，但对他来说我是烫的。明天还加班，我还能看到他。打印机最好再卡一次。顾思涵，你刚才在想什么？你想让人家打印机再卡一次？你是人吗？疯了，彻底疯了。小江，你这页案卷看了10分钟了吧？上面就3段话。我在思考，思考什么要10分钟？陈姐，顾律他是不是从来不跟人握手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他握手，手伸出去，碰一下就收回，快到你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把手揣兜里了。那递东西呢？永远放桌上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没什么，就是想确认一下。确认什么？确认他是不是只碰过我。你再说一遍！他捡文件的时候指尖碰到我手背了。昨天在走廊擦肩，他袖口离我手只有1拳，还说什么？说要帮我调工位。顾冰山亲自帮你调工位？那个连自己助理离职都没说一句辛苦了的顾冰山？他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感觉到了。他走远了，温度降了。什么温度？你没发烧啊？江暖暖，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陈姐，我说了你可能不信，但我能感知至温度。别人对我的温度，冷是排斥，温是客气，烫是喜欢。所以顾虑对你的温度是烫，从第一天起就是烫的。江暖暖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顾冰山烫！你不是说他从来不碰人吗？但他碰我了。那我可得好好观察观察。顾律，工位什么时候调？下午。调到哪儿？我办公室外面。办公室外面，全所离他最近的工位，他抬头就能看到我，他是故意的。这跟把鱼放在猫面前有什么区别？他把你调到他办公室外面，原来坐那儿的是跟他5年的助理，上个月离职了。那个工位空了3个星期，没人敢坐。为什么没人敢坐？谁敢坐啊？离他不到3米，他抬头就能看到你在干嘛。所以他能看到我。你这关注点我真是服了。顾律，小心。烫，不是隔着空气的烫，是皮肤贴着皮肤。您每次扶我都扶很久，档案室您手在我肩膀上放了很久，今天您抱住我没放，
您扶别人也这样吗？您杯子满了。顾虑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，您碰到别人的时候手会烫吗？不知道。那您碰到我的时候呢？又是门框，顾冰山，你撞门框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？你刚才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滚烫，从烫升级成滚烫了，距离越近越烫。江暖暖，你在想什么？工作。新工位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空调不冷了。你离他最近，他办公室有独立温控，温度会传过来。以前助理说这儿冬暖夏凉，我们现在算知道了，不是空调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难怪什么？难怪在他旁边永远不冷。你拍什么呢？没拍什么。你刚才拍的是顾虑吧？陈姐，你眼真尖。江暖暖，你敢偷拍顾冰山？你知道上一个偷拍他的人什么下场吗？什么下场？没有上一个，没人敢。手是烫的，耳朵是红的，脸是零下20度，从烫到滚烫，他对我是一步一步越来越热的。白纸，他捡了一张白纸放我旁边，地上哪来的白纸？等下，这纸是他自己掉的吧？他又剪纸了。什么叫又？上次你不在，他在你桌边站了半天，走的时候捡了张纸，我一看干净白纸，我说顾虑这是干嘛？所以这是第二次。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捡纸的地方，我5分钟前刚扫过，地上不可能有纸，所以这纸是他自己掉的。就是专门找理由在你旁边停一下。那他一天路过我几次？我帮你数过，上午1次，中午1次，下午1次，3次。顾虑，有事儿？这份案卷明天归档。大后天，不是明天。提前？您今天路过我4次了，第1次去会议室，第2次他带了咖啡看我杯子，第3次捡了张白纸，第4次，这份大后天要归档的案卷。让你做就做。他又找理由来跟你说话了。第4次。他为了跟你多说一句话，把大后天的卷提前到今天归档。我知道。江暖暖，你能给我说说，你到底给顾冰山下了什么药？什么都没下，他自己过来的。1天4次，第1次空手纯路过，第2次带咖啡找台阶，第3次捡白纸，第4次提前归档，连理由都懒得编了。顾思涵，你是一天比一天不专业，但我喜欢。感冒啦？没有，空调吹的，嗓子痒，吃点润喉糖，楼下便利店就有。算了，中午再去。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渴，喝水没用，掐嗓子没用。顾虑。这个是您放的？不是，这里就您一个人，我刚才回头就看到您。路过。您办公室在那边，这边是茶水室。您来茶水先，手里也没有杯子。那我把这个拿到前台，问小梦是谁放的，来个失物烧零。是我。您刚才说不是。改口了。律师还能改口的？庭外可以。您这是在庭外给自己辩护呢。您怎么知道我嗓子不舒服？听到了。什么时候？上午你咳了4次，第1次翻阅卷的时候，第2次喝水的时候，第3次跟小梦说话的时候，第4次我放糖的时候。您数了？还记了每一次我在干嘛？顾虑，您每次都这样。调工位说自己调，修打印机说文件落下了，放润喉糖说路过，每次都有理由。但您的温度从来不撒谎。谢谢。
很好吃。顾虑，下次直接给，不用放桌上。他数了我可几次，他从上午就在关注我，他等到中午才放糖，但他不知道，他放糖的时候温度隔着走廊都能传过来，烫的。小江，中午吃什么？泡面。食堂今天红烧肉太腻了。你朋友圈那个摄影展票真抢不到？开票3分钟就没了，黄牛炒到3倍。算了，看图片也一样。小江，怎么了？顾虑刚让前台订了2张那个摄影展的票，就你发的那个2张。他主动说的。对，他从办公室出来，走到前台说订2张城市面孔摄影展的票，今天，然后回办公室，一个字没多说，前台小梦都呆了。3分钟前转发的，他1分钟后订了票，2张 VIP， 他甚至没装成是别人订的，直接走到前台自己开口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江暖暖，你脸红了。没有，空调温度高了。空调恒温22度，高什么高？票呢 ？VIP， 您怎么抢到的？合作方送的。又是有人送的。这张好看。您平时看展吗？不。那这次为什么来？您是看了我朋友圈？3分钟前发的，您1分钟后就订了票。顾虑，您示好的方式每次都说是别人送的，您能不能直接说我想和你来？我想和你来。好，那下次也这样说。顾虑，你耳朵红了。灯光。灯光是白的，你耳朵是红的，这跟灯光没关系。完了，他刚才那个眼神比我感知到的温度还烫，这能力该不会对自己也有用吧？因为我现在也烫了。江律师，我是周燕，锦和律所的，来对接那个并购案。温的。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好，周律师。拿铁少糖，听说你喜欢。听说？听谁说？上次开庭我在旁听席，你做的证据主理逻辑很顺。后来问了你们陈姐你喝什么，算是同行的一点敬意。你还专门去问陈姐了？对啊，她说你喜欢少糖拿铁，我就记住了。烫，但有刺，像暖气片里夹了碎冰渣子。他在门口，他在看，他看到了周燕坐我旁边。那我们开始。周律师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你握手的时候觉得我手温度怎么样？正常啊，温的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确认一下。确认什么？确认我看人的眼光没错。下周的庭前会议，我们这边材料准备好了发你。好，谢谢你的咖啡。烫加刺，不是单纯的烫，是吃醋的温度。顾思涵在吃醋，顾炳山在吃醋。周岩就是跟我握了个手，他就炸了。他的温度从来没这么带刺过。顾虑，刚才那个是锦和律所的周燕，来对接并购案。知道。他给我带了咖啡。看到了。少糖拿铁，他
他说问陈姐的。嗯，您没什么想说的吗？咖啡好喝吗？没您买的好喝。顾虑，案卷。顾思涵，胜诉率100%的律师，案卷拿到了。因为一个男人给我买了杯咖啡，顾思涵，你到底行不行？周律师的咖啡我喝完了，您明天还送吗？周燕是温的，同是正常温度，但顾思涵刚才从门口走过去的时候，烫加刺。全所没人能让顾冰山吃醋，只有我。他案卷拿倒了，他问我咖啡好喝吗？他居然只问了这个。顾思涵，你吃醋的方式怎么跟小学生一样？周律师，那个合同条款我看了，第3款确实有争议空间。你继续说。谁的电话？你笑那么甜？锦和律所的周律师，聊案子。归档。顾律，这个案子去年就审结了，截止下个月20号。今天才12号，提前。后颈红了，上周录过4次没红，这次红了，因为周燕那通电话。顾思涵，你打电话就打电话，你拿什么归档我压我？这案子去年审结的，归档日期下个月。等一下，顾律，您是不是在吃醋？没有。那为什么周律师一来电话，您就给我一份下个月才到期的归档？而且这是您3年前自己办的案子，早就归档了。这份是复印件。您为了过来跟我说2个字归档，专门复印了一份3年前的旧案卷。效率高。您上次用提前当理由，这次用效率高，您下次打算用什么理由？要不直接用江暖暖过来，我就过来了，效率更高。最后一笔还是按得这么重。现在有5张纸了，4张他剪的白纸，1张3年前他签的案卷复印件。这是我个人博物馆顾思涵行为艺术展。他又找你归档？3年前的旧案复印件。他把3年前的案卷翻出来复印，就为了在你接完周燕电话之后跟你说2个字儿。对，理由是效率高。复制3年前旧案卷这个行为本身效率就是负的。我知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，把他3年前的签名收好。他复印了3年前的旧案卷，就为了在我接完周燕电话之后跟我说2个字滚档。他不是吃醋，他是在拿3年前的自己证明我不是今天才出现的。3年前我的名字就签在这儿了。顾思涵，你这个人的脑回路是法律文书里找不到的那种浪漫。3年前他签的字和今天一样用力。来，敬顾律一杯。难得他参加团建，不对，这个月第2次了，上个月他1次都没来。敬顾律，来了。顾律，您喝的有点多。不多。您倒了3杯了，上次团建您1杯都没喝完。你在数？对，我在数。你每次喝酒我都数，上次半杯，这次3杯，为什么今天喝这么多？周燕。什么？他给你买咖啡。不喝了，你也别喝了。3杯，第1杯周燕进会议室，第2杯周燕给我咖啡，第3杯周燕和我握手，他每1杯都记着原因。顾思涵，你不是在喝酒，你是在记账。顾律，我给您叫车。不是烫，是滚烫，酒精把他所有克制都烧掉了，他现在整个人就是一台过载的暖气片。你喝醉了更烫。别走。我不走，我送您上车。别走。您刚才说周燕，您吃醋了是不是？他买的咖啡我没喝完，以后也不喝了，只喝您送的。您听到了，对吧？ 别走。 顾律，我给您叫车。不是烫，是滚烫，酒精把他所有克制都烧掉了，他现在整个人就是一台过载的暖气片。你喝醉了更烫。别走。我不走，我送您上车。
不是暖气片，是壁炉，整个人被裹进去的那种温度。他喝醉了，但他握我小指的动作和清醒时一模一样。他只是借着酒，做了醒着不敢做的事儿。完了，江暖暖，你完了。昨晚是你送顾里回家的，他喝醉了，我就是叫了个车，全所都知道了。有人看到你们一起上车，他还靠你肩膀上了。谁说的？司机是小李他表哥啊，今天早上全所传遍了，说顾里靠你肩膀上睡着了，你还拉着他的手。不是拉手，是扶他。哦，怎么扶的？就他把手放我膝盖上了，我怕他掉下去，盖了一下。哦，你盖他手上了？你盖了顾冰奢的手，就是那个全所没人敢靠近他3米之内的顾冰奢。陈姐，你小声点儿。你知道现在外面怎么传的吗？说你对顾虑那什么了？那什么？就是你对他那什么了？他耳朵红了。顾冰山耳朵红了，上周庭上对方律师哭了，他都没红过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他喝醉了，我送他上车。就这？他还握我小指了。顾冰山握你小指，我的天！江暖暖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顾冰山这辈子可能都没握过别人小指。顾虑，昨晚您喝多了，您还记得说了什么吗？不记得。您说周岩，还说他给你买咖啡，然后您靠我肩膀上，手放我膝盖上，我盖了一下您的手。后来您握我小指了，和上次电梯里一样。顾虑，出去。您耳朵红了，昨天在车里也红了，我看到了。您装嘴对不对？没装。那您记得？记得。那您记得我说了什么吗？你说以后只喝我送的咖啡。您这不是记得很清楚吗？一个字都不差。那我出去了，咖啡今天还有吗？桌上。他盖我手了，他手压在我手背上，温度是温的，但对我来说是烫的，和第一天电梯里他对我的感觉一样。原来烫是这样的。不是吧？顾虑，您还没走？卷宗没看完。停电了，看不了了。电梯停了，走楼梯。不是电梯，是楼梯间。他的手比第一天烫，黑暗放大了温度，我看不到他的脸，只能感觉到他的手指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圈着我的手腕，没有松开。你手还是这么烫，别动。你耳朵红了。手机灯太亮。灯照的是脸，不是耳朵。您这辩解庭上用不上吗？不是暖气片，是火。黑暗里没有别的东西分散注意力，只有它的温度，还有他刚才握我手腕的余温。顾虑，停电的时候您在办公室对吧？您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楼梯间在走廊另一头。您走到这里，是听到我站起来。走吧，还有11层。你现在在想什么？楼梯很窄。不是在说楼梯，是在说你。
在想，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听到你站起来？是。还有呢？在想，但就在外面，本来隔着一面玻璃，灯灭了，你还在敲键盘，我就过来了。他说了整句话，不是不是到了，不是归档，是一整句话。在黑暗的楼梯间里，他说了迄今为止最长的一句话。因为黑暗，他赶了。台阶11层，黑暗18分钟，它的温度从烫到尾。第一次觉得停电不是坏事，希望电路修慢点儿，再慢点儿。今天不看他，不管他路过几次，不抬头，测试一下。第一次停了5秒，我没抬头，他走了，脚步比平时重。顾思涵，你是不是在踩地板泄愤？顾里今天怎么了？你上午进出办公室5趟了？5趟？平时一整天都不出来1趟，你是不是跟他吵架了？没有，我就是今天没看他。你没看他，所以他一直出来。江暖暖，你们俩是遥控器跟电视机的关系吗？顾律让给你的，说要改阅骂格式，就改了一个03，其他页全没动。他自己可以改，一笔就改完了，但他非要我改，因为我不看他。但他让你改。顾律，03改好了，您今天路过我5次了。第1次去茶水间没接水，第2次去复印机没复印，第3次又去茶水间，您喝第3杯水了。第4次去前台拿快递，陈姐说您从来不自己拿快递。第5次这份03，观察仔细。是您太明显了，我不看您，您就一直出来。我要是不来跟您说话，您是不是准备再去接一杯水？膀胱受得了吗？下次想跟我说话直接过来，不用找理由。江暖暖，明天早上3。您记得7点半前台。他说明天早上3，5个字他记住了。7点半前台，他说过明天还加班，明天还有，先变成明天早上，从加班到早上。顾思涵，你的时间轨再往前推。顾律，早上7点半您来了吗？来了。我7点20就到了，没看到你。7点15。您7点15就到了，等了我15分钟。你手在抖，和第一天一样，但这次是他主动翻过手的，不是我碰到他，是他来碰我。顾思涵，你胆量见长。顾律，明天电梯里我还站你旁边。他7点15就在等我了，等了15分钟，就为了和我坐同一趟电梯。顾思涵，你不是不喜欢等吗？上次开庭对方迟到3分钟你就走了，但你等了我15分钟，在电梯里。手电筒，他给你留个手电筒干嘛？5个字，手电在前台。你们之间是在用便利贴数数升级吗？之前2个字归档，3个字明天有，4个字明天还有，现在5个字了。照这个趋势，到年底他这便利贴能写满一篇代理词。停电那天，楼梯间里，我手机灯晃了一下，差点摔。他记住了，所以这是 callback。顾冰山还会 callback？ 对，他记住了每一件事。他全都记得。那为什么放手电筒在前台，放你桌上不就行了？因为放前台我就得去前台拿，去前台拿就可能碰到他，这是他自己发明的江暖暖触发机制。你们2个谈恋爱的方式真的很像在写法律文书，每一步都要证据。顾思涵，你的便利贴字距在涨，你的胆子也在涨。顾律，快2点了，你1个字没写，想什么？在想。从这里看出去挺好看的。你知道吗？从第1天起，每次靠近你，我都感觉站在暖气片旁边。第1天电梯里你伸手按楼层，第2天档案室你挡档案，第5天打印机你蹲下来，第9天润喉糖你改口说是我，第10天摄影展你说我想和你来，第15头停电你在楼梯间等了我，多是烫的。每一次，你明明是一座冰山，全所都这么说，
但电梯里、走廊里、档案室、打印机、楼梯间，每一次你靠近我，温度都在升。所以你来告诉我，为什么你碰别人的时候温的，碰我的时候烫？你觉得呢？我要听你说，你今天不说，我就站在这里不走了。你文件也写不了，一个字儿都写不了。因为我喜欢你。你早说啊，我第一天就知道了。你第一天？你伸手按楼层的时候，我手指那片空气是烫的，从那之后每一天都是烫的，所以我一直知道，我就在等你什么时候自己说。你笑了？没有。笑了。顾思涵，你笑了，你自己没感觉到你嘴角在动吗？我可以碰你吗？你已经在碰了，从第一天就开始了。不是一天。什么？你站在电梯里，抬头看我一眼，你的档案袋在发抖，那时候就已经烫了。他第一天就烫了，和我一样，脸是零下20度，温度是40度。他说那时候就已经烫了，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秒，他的心跳和我一样快。顾思涵，以后不用偷偷碰了，也不用找理由了，不用归档，不用03，不用剪白纸，直接过来就行。好。你确定在这儿？大厅，所有人都在。你是顾虑，你确定？确定。顾虑早。走。顾冰山在大厅主动牵引江暖暖的手，十指相扣，不是扶，不是碰，不是剪纸，是十指相扣。我刚才跟他说走了，顾冰山回我走了。你手在抖？没有。无名指和小指抖得最厉害，和第一天电梯里一模一样。今天开始，不用偷偷摸了。是吗？可以光明正大。这是你说过最长的一句话。9个字，破了上次我想和你来4个字的记录。你数了？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数，从第一天到了2个字开始，我就在数。你们在一起了？应该算吧。他刚才在大厅所有人面前主动伸手。顾虑主动的？一字不差。这个人真的是顾冰山吗？是不是被调包了？江暖暖，你是不是请了个替身？你是不是忘了松手？没忘。那怎么不松？不想。他说不想，2个字，但这是他第一次在有人看着的时候说不想，不是忘了，是不想。你经常帮人切牛排吗？第一次。第一天你在电梯里伸手按楼层，那时候你在想什么？在想这个人怎么不看路。然后你站得笔直，头发扫过去，你用的洗发水是橘子味的。你第一天就记住了？电梯里你不看我，但你站得很近，我能看到你睫毛在抖，我当时就知道，完了。完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没办法了，只能是你了。
我也是第一天。什么？第一天你伸手按楼层的时候，手臂从我面前过去，那片空气是烫的。我在洗手间对着手腕冲了半分钟冷水，还是烫的。我当时就想完了，这个人冷冰冰的，但他的手还没碰到我，烫得我差点叫出来。所以不是你先完了的，是我先烫的。我以前不这样的。哪样？想碰一个人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在碰你。以前为什么不碰人？陈姐说你不握手，不靠近，不看人超过3秒。我爸是法官，从小他教我感情要克制，高兴不能笑，难过不能哭，想要的东西不能说想要。我以为克制就是不靠近任何人，直到你走进电梯。那你现在还能克制吗？不了，不想克制了。从你在办公室问我那句开始，就不想了。哪句？我要听你说。你小时候想要的东西都不能说，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想要和你在一起，就说出来了。顾思涵发朋友圈，文案1个字，凌晨2点17分。这个人昨晚告白完了没睡觉，去发了条朋友圈。顾虑发朋友圈了，他入职4年从来没发过朋友圈，1个字就1个字，他。照片是你吧？手是你吧？指甲是你涂的吧？对啊，快从实招来！这个指甲油是我上周涂的，所以他拍的凌晨2点，你们凌晨2点在一起？我们没在，应该是拍了之后回去发的。他拍了你的手，凌晨2点发朋友圈，文案他1个字，整个朋友圈就这1个字。句号是什么意思？他回你一个句号。句号，完整的，认真的，结束了。江暖暖，你们这恋爱谈的跟密码似的。你发朋友圈，凌晨2点，文案1个字。今天不放糖了什么意思？升级到6个字了，从2个字归档，3个字明天有，4个字明天还有，字手电在前台，到今天6个字。你一直在数。我说了，你说的每个字我都数。什么？明天不是便利纸。好，我等你。6张便利纸，1个字的朋友圈，凌晨2点17分，全世界都在睡觉的时候，告诉所有人，他。你为什么不跟人握手？陈姐说你不握手，不靠近，不看人超过3秒。高兴不能笑，难过不能哭，想要不能说想要。12岁那年我考了年级第1，回家想抱我爸，他退了一步，说成绩不错，但不要得意。我以为克制就是不靠近任何人，不握手，不碰人，不对视，把所有东西压在心里。那你碰到我的时候，手抖了，第1天就抖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压不住，嘴上不说，脸上不笑，但你碰到我的时候手在抖，手指在伸，你全身都在说同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想碰我？我爸上次来律所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？他说，那个女孩看你的眼神，是你妈妈当年看我的眼神。他说完就走了，但这是他从我12岁以后第一次主动跟我提感情。你改变了很多东西，不只是我。那你以后还克制吗？不了，以后想碰你就碰，想牵你就牵，想看你就看。明天便利贴换成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爱你。不是便利贴，不是朋友圈，是3个字。他说的，他看着我的眼睛说的。3个字，你这次没抖？抖了，在心里。这位是许清，以前合作过的律师，现在做国际仲裁。你好，江小姐。温的，正常的，同事的温度，不是情敌。好，警报解除。你就是江暖暖，顾虑跟我提过你。提过，
他说什么啦？他说我女朋友是我们律所的实习律师，证据梳理能力在全所新人里排前3。你原话不是这样的吧？差不多。原话是他比我见过的任何实习律师都优秀，我印象很深，因为顾律从来不用任何这种绝对词。他写诉状也不用绝对词。对，所以他用在你身上很特别，非常特别。我认识顾思涵6年，第一次看到他跟人坐这么近。以前我们开会中间永远隔着2把椅子的距离，他说那是合理间距。他现在还是这样，跟别人还是隔2把椅子，跟我隔0。江律师，我加你微信吧，以后有案子可以合作。我先走了，顾律好好对他。你这个人不会说话，但你会做事，多做事少装酷。他喜欢你吗？以前合作过，没有。我问他喜不喜欢你，不是问你喜不喜欢他。不知道，没问过。他不喜欢你，他握手是温的，跟陈杰小梦一样，正常的温度，没有多余的东西。你能感觉出来？第1天就能。你的温度从一开始就不是正常温度，烫的。所以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比你自己知道的还早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在等你，等你什么时候自己发现。发现了，那天晚上在办公室。许清的温度是温的，而且不是情敌，用任何这种绝对词。顾思涵，你写诉状从来不用绝对词，但用在了我身上是你的例外。你怎么还没走？这个案子明天开庭。你明天自己也要开庭，标的额3个亿，你不回去准备？准备好了。那你不回去睡觉？不困。你以前也这样帮别人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帮我？你说呢？你的手好暖，外面空调22度，你的手烫的。你的手是凉的。对，我紧张的时候手会凉。明天开庭，对方律师很强，我怕给你丢脸。你不会。上次你在老周面前合同日期的事儿不是你的错，对方提供的合同日期本身有问题，比所有人都早。你怎么知道？散会之后，你重新排合同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荧光笔标的那几处全是对的。所以那时候就知道不是我的错，但你在会上没提。不需要提，老周自己会知道。你还会批多久？批完。他在改我写的证据链，逐行逐字。他自己明天有3个亿的案子，但他在这里批我的文件。第1天是到了终点，现在是多久都批，没有终点。6年前顾思涵帮我打的最后一个案子，那之后我就去新加坡做仲裁了。我认识他6年，他以前不是顾冰山，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他爸是法官，家里规矩多。他那个冷不是天生的，是练出来的。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对你不一样。你上次说了，这次说点没说的。6年前他帮我打官司，团队4个人，一起工作3个月。他记住了所有人的案卷编号，但记不住任何人的名字，包括我。3个月，他叫我许律师。他记住了我的名字，第1天就记住了。不是记住，是我上次跟他通电话，他说江暖暖3个字的时候语调变了，他自己没发现，我发现了。还有，他从来不迟到，6年了，每一次见面都提前5分钟。上个月我约他10点，他10点05到，迟了5分钟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早上7点半在前台等人。7点半，前台，他在等你，等了多久我不知道，但这是6年里他第1次迟到。我不是来叙旧的，我是来跟你说，别让他跑了。他对谁都像冰块，但对你，他化了。我知道，他的温度从一开始就只有我能感觉到。温度？他碰别人的时候温的，正常的；碰我的时候烫的。第1天就知道了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喜欢你。对，我在等他什么时候自己说。好好享受被顾寒山烫到的感觉，这辈子只有你能体验。许清不是许清思，温度是温的，我永远不会情知道。顾思涵，你做了那么多，一个字都不说，但你的温度替你说了。爸，你是江暖暖。温偏凉，跟他儿子第1天握手一模一样，不对，更凉。顾思涵对我是烫的，他爸爸对所有人都是温偏凉，这是练了几10年的克制，比顾思涵更深的版本。你好，我是顾思涵的父亲。顾伯伯好。
上个月东区法院那个民金接待案是你主理的？是，我辅助顾虑做的证据链，最后调解结案了。我旁听了。对方当事人当庭情绪失控，拿家属卖惨，你没跟着共情掉进去，一边安抚一边把举证责任掰得很清楚。新人里少见，很多人要么只会背法条，要么被虚带着不走。谢谢您的肯定，当时也是顾虑提前跟我演练过应对方案。你平衡的不错，方案是他给的，话是你说的，临场反应骗不了人。晚上一起吃饭。你爸居然旁听过我开庭？他退休后偶尔会去法院听案子，刚好碰到你那次。所以他不是因为你才来见我的，他是因为你才答应来吃饭。你爸走路跟你一模一样，皮鞋声都一样，握手也是。温偏凉，不是冷，是克制。但你比他多了一层，我是烫的。他对所有人都是凉。他从来都这样。我妈走了以后，更凉了。他知道我们在一起了？知道，我发了朋友圈，他看到了。他点赞了吗？他没有微信。所以他是怎么看到的？陈姐转给他的，打印出来的。他说照片拍得不错。就这一句？还有一句。什么？手牵得挺紧。你爸跟你一样，话少，但每一句落在点上。他说手牵得挺紧，不是在评价照片，是在说他看到了，他认可了。顾爸的温度是温偏凉，不是敌意，和他顾他儿子第一天一模一样。所以顾思涵不是天生的时候烫了，不是因为他天生热，是因为他压不住。顾爸压了一辈子，顾思涵压到电梯碰到我那天。你爸说什么了？他说你选的人你自己负责。还有呢？他说我妈当年也是这么看他的。你在怕什么？怕他不同意，怕他觉得你不够好，怕他让我选。选什么？选他还是选你？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从第一天他撞到我就知道我会负责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负责，是我这辈子只会碰一个人。然后呢？他怎么说？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。然后他说你比你爸强。我妈走的时候，他连他的手都没握住。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所以他现在手温偏凉，不是克制，是后悔，后悔了半辈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第一天就知道了。你扶我的时候手在抖，不是冷，不是激动，是怕错过，怕松开。不会错过。不会松开。我知道，你的手一直在说，从第一天到现在，每一秒都在说。顾爸说他比他爸强，不是因为他更会说话，是因为他敢握我的手。他爸当年没握住，他握住了，而且他说不会松开。小顾啊，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就随便做了几个菜。谢谢阿姨，很丰盛，很多。不多不多，来坐，别客气，当自己家。小顾，做律师几年了？5年。胜诉率目前100%。尝尝这个，我的拿手菜。谢谢。够了。年轻人要多吃，你平时工作那么忙，肯定不好吃饭。来，他在硬撑，我妈夹多少他吃多少。顾思涵，你可以说够了的，你说呀。小顾，我听说你是合伙人，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女儿吗？不配，但我可以用这辈子去配。吃。小顾，汤，番茄蛋汤，暖暖从小最爱喝的。谢谢伯母。好喝吗？好喝。那再来一碗。妈，他喝不下了，他真的喝不下了。哎
呦，你这孩子吃饱了就说呀，怎么全吃完了？好吃。还好吗？你为什么不拒绝？我妈给你夹你就吃，你会不会说够了？是你妈妈夹的。爸妈，我带他下去走走，吃太多了。哎呦，我就说他怎么一直吃。下次来，我让你伯母少做2个菜。这孩子长得是真好看，就是不太会拒绝人，像他爸说的实诚。我爸说下次来，你听到了吗听到了。？3个字，比我妈的6菜1汤吃。走吧，去楼下转5圈。你吃了大概4人份。他吃了4人份的菜，因为每一块都是我妈夹的。他不会拒绝，不是因为软弱，是因为太想被接纳。温度从头到尾都是烫的，拼了命想被接纳的烫，比红烧肉还烫。你今天说的很好。你都没怎么说话，这递了3次证据，说了2次反对。不需要，你一个人就够了。这可是标的额3000万的案子，你就让我一个实习律师主导？你不是实习律师了，下个月转正。你怎么我签的字。你什么时候签的？上个月。上个月你就签了，那你一直没说，等了1个月。想等你赢一个案子再说。骄傲的，滚烫的，和第一天不一样。现在这份烫是确定的，是属于我的。我赢了，你可以说了。说什么？你憋了1个月的那句话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律师。我才刚转正，你见过多少律师？很多，你是最好的。你刚才是不是又笑了？没有。骗人，嘴角动了，而且这次你没藏。走吧，请你吃饭。庆祝我赢了？庆祝你转正。那也是庆祝我。你自己呢？他上个月就签了我的转正，但他没说，等了1个月，等我自己赢，他在等我证明给自己看。你看顾虑的搜索记录，我帮他修电脑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。他是不是要？别让他知道你看过。所以你知道了，他要求婚了，江暖暖，顾冰山要求婚了。陈姐，你小声点，全所都听到了。他不是顾冰山吗？他怎么会求婚？他有什么姿势求婚？他会担心会听吗？他会，他第一次在电梯里手就抖了。你脸怎么这么红？你刚才去茶水沟接的不是热水吧？有吗？你是不是又跟顾虑发生什么了？小梦，你说戒指尺寸趁人睡着的时候能量准吗？嘘，他还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他量你手指了？怎么量的？拿什么量的？线还是尺子？你什么时候睡着的？他是不是经常看你睡觉？应该是线。上周有一天加班太累，在他办公室沙发上睡着了，醒来手里握着一根线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说沙发上有线头。顾虑的沙发是真皮的。对，真皮的，没有线头。7个字，他在升级，从2个字到7个字。他也在数，他知道我在数，所以他一天加1个字。今天7个字，明天也不，意思是他明天还会来。顾虑，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？没有。好，我等你。沙发上有线头。凌晨3点，真皮沙发，线头。他是个律师，但这个谎撒得比打印机的白纸还烂。
江律师，并购案结了，来交接最后一份材料。温度是温的，和第一次一样友好，但仅此而已。我要调去北京分所了，下周走。这么快？升职，北京那边缺一个合伙人，不是因为你，别多想。这1个月，顾虑看我的眼神够我减寿3年。上次我来交接，他把我送你的咖啡拿走了。他拿走了？对，说他和我送的，然后当着我的面端起来喝了一口，然后说太甜。顾思涵这个幼稚鬼。那是少糖拿铁，他自己喝纯黑的，5年了，纯黑。所以他对你是认真的，认真到愿意喝一口甜的。为了示威，他却喝了一口甜的。你知道这对他来说多难吗？祝你们幸福。周律师说你把他送我的咖啡喝了，少糖拿铁，你说太甜。你不是喝纯黑的，一口甜的都不碰吗？不好喝。那你为什么喝？因为是他送的。温度是烫的，没有刺，纯粹的烫。以后不会有别人送了，只有你的。和上次电梯里一样，但他的手指今天没有抖。你一直在。明天开庭，有把握吗？有，因为你在。第一天你撞到我，文件飞了一地，你蹲下来捡，你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指，我以为只是碰了一下，后来才发现，那一下之后，我的手就一直在抖。我爸说感情要克制，他错了。感情不是克制，感情是控制不住。你在找什么？书。哪本书？民法典。翻到第几页了324。戒指买多久了？上个月。藏多久了？3个星期。为什么藏在民法典里？法律、证据、逻辑，我以前以为这辈子只会相信这些，直到你撞到我。你每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戒指还在不在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在等什么？在等一个你不会拒绝的时机。任何时机都行，我什么时候答应。所以不用每天回来偷偷检查了，戒指不会跑，我也不会。书放回原位了，戒指还在第324页。出来。顾思涵，你这个人连藏戒指都要藏在法条里，还是第324页的婚姻家庭篇，简直是把最不理性的东西藏在最理性的书里，还每天回来检查。他在等，不是等我准备好，而是在等他自己鼓起勇气。手。尺寸怎么刚好？趁你睡着量的，先量完又拿骨胶卡尺对了3遍。沙发上的线头。你笑了？这次不否认了？不否认。从第一天起，都是你一直在往前。电梯里你站到我旁边，档案室你碰我袖子，打印机你递纸巾，楼梯间你照我的脸，办公室你等我说话。这次换我往前。你还没问。问什么？问我愿不愿意。你愿意吗？就说1个字。跟你学的。你第一天在电梯里跟我说了2个字，到了。不知道。什么？是开始了。你手心出汗了，温度
还是烫的。下辈子也烫。这个，意大利古堡，可以包场。50万以内。不重要。重要，控制预算。你上次摄影展门票花了3000，婚礼不能超过50万。那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摄影展是请你去看展，婚礼是娶你。你在撒娇？没有。你这个温度不是吃醋那种刺的烫，是闷闷的，像被按住了说不了话的那种烫。气球颜色可以自己定吗？可以。拱门行进可以，都可以，只要50万以内。你没扔掉？为什么？以后可能会想去。你已经在想以后了？一直在想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第一天你进电梯，你站在我左边，你抬头看我一眼，那时候我就想，这个人以后每天都要见到。所以你不是第一天就知道完了，你是第一天就知道以后。意大利留着，蜜月去。第一天就在想以后，以后每天都要见到我，他的以后比我的以后还长。会不会太简单了？你说句话，一个字也行，好看还是不好看？好看。你手怎么又抖了？比求婚那天抖得还厉害，戒指都戴上了，你已经是合法的了。那为什么抖？比求婚还厉害。以前不敢想。不敢想什么？你穿婚纱，站在我面前，问我好不好看。现在敢了。那你多看一会儿，以后每天都看。每天。每天。上次你说用这辈子去陪，说到做到。第一天在电梯里，你站在我左边。又是第一天。你抬头看我一眼，我以为只是看了一眼，后来才知道，那一眼之后，我忘了呼吸，是因为碰到了这辈子唯一想碰的人。我以前以为感情要克制，后来你告诉我，感情不是克制，是控制不住。所以今天，我不想克制了。从第一天到现在，每一天。你从来没说过这么多次。在电梯里你说到了2个字，在档案室你说小心2个字，现在你说了一大段。以后每天都说。你在做什么？学冲奶粉。我们还没孩子。提前学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的？第一天。你进电梯的时候站在我左边，头发扫过来，那时候我在想，这个人，我以后每天都想要见到。我来教你，水温40度，不能太烫，奶粉要刮平，这样，然后盖上奶瓶盖子，摇匀，不能有气泡。你试了多少次？7次，前5次水温不对，第6次奶粉结块了。那这个是第8次。和第一天一样，烫。你知道你鼻子上有奶粉吗？不知道。你没照镜子。没顾上。第8次，成功了。你以后会是很好的爸爸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连冲奶粉都要提前学，连润喉糖都要记我咳了几次，你会是最好的爸爸。第一天电梯里，我也在想，这个人以后每天都要见到。
你买这么多干嘛？怕测不准，一盒就够了，说明书上说准确率99%。多测几次，准确率高。顾律师，你是不是非要100%才信？你要看几遍？确认一下。2道杠，说明书上写了怀孕，你还要确认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要当爸爸了。可是我还没学会煎蛋。什么？煎蛋，早上那个还是黑的，宝宝怎么吃？宝宝不用吃煎蛋，宝宝喝奶。奶我会冲，温度要40度，手按式。你查过了？你刚才出去20分钟买验孕棒的同时，还查了怎么冲奶粉。这个人的脑子是双核的吧？你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煎蛋先放一放，冲奶粉你已经会了，第8次不是成功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放蜂蜜？你什么时候开始查的？你第一次跑洗手间的时候，我没告诉过你我去洗手间。我自己看见的。你每天凌晨都醒？你翻身我就醒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哪样？以前你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装没看到，现在你凌晨2点还在查，孕妇半夜恶心怎么办？以前不敢。不敢什么？不敢让你知道，我什么都在记。从知道你怀孕开始，每天查一点。你那本子上还有多少页？很多。够记一辈子吗？不够。一辈子太短。他说一辈子太短，不是甜言蜜语，是因为他已经在记了。下辈子也记。下辈子也端蜂蜜水。第一天到现在，每一件事，一辈子不够记。你在哭吗？没有。上次婚礼你说风大，B超室没有风，这次你怎么说？宝宝在动，你感觉到了吗？什么感觉？像第一天在电梯里，你站在我旁边，我的心跳咚咚咚，一样的频率，和他的朋友圈幽暗一模一样。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写了1个字，现在也写了1个字，有什么区别？朋友圈是给全世界看的，这个是给我自己看的。以后每次开庭都带着。第3篇合同第464条，合同是民事主体的之间设立、变更、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。你在给胎儿讲合成法？这是我们家的本行。第465条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。他听不懂。没事儿。宝宝，我是爸爸，你不用听懂民法典，你健康就好。白头发？正常的。你以前没有白头发的，什么时候开始长的？你怀孕以后。担心我？担心什么？什么都担心，怕你睡不好，怕你半夜想吃酸的我买不到，怕你翻身我没醒。还有4个月，你头发会不会全变白？什么没关系？你是顾冰山，一头白发的顾冰山，还怎么开庭？对方律师看了以为你在用苦肉计。开庭戴假发。你刚才是不是在开玩笑？你学会开玩笑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你撞到我那天。怎么样？还在生，快了，家属在外面等。
生了，母子平安。我是你爸爸。你哭了？没有，眼睛红了？是累的。像你，这么皱你也能看出来？眉毛，第一天在电梯里你转头看我的时候，眉毛也是这么弯的。你连这个都记着？第一天电梯里我跟你说到了，其实不对。那是什么？到了，是今天，是现在，是你们两个。他在产房外等了2个小时，手心里全是自己掐的月牙印。他说儿子眉毛像我，第一天转头看他的时候加一个。第一步，轻轻托起宝宝的屁股。你拉了。你回去睡，我在这儿。你明天开庭不重要。标的额多少？忘了。你扣子扣错了，全错。儿子都生了，他衬衫扣子下面还是烫的。你还记得第一天吗？你扶我的时候，我说你手怎么这么烫？记得。现在还是烫的，换了尿布还是烫的，扣子扣错了还是烫的。你这个人温度就没降过。不会凉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试了很多年。以后每天凌晨3点你都起来吗？那明天开庭怎么办？醒了就行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长了。跟你学的。尿布贴了3次才正，扣子扣错了一整排。他说明天开庭不重要，标的额都忘了，但记得儿子拉了，记得换尿布，记得让我回去睡。他说不会凉的，试了很多年，温度从来没有凉过，第一天到现在一直烫。你还记得第一天吗？记得，在电梯里。那天你的温度是烫的，后来每一天送文件是烫的，喝醉是滚烫，求婚是这辈子最烫的一次，但现在是恒温了，稳定了。下辈子也不会变。下辈子你还会让我注意看路吗？会。原来还是会烫的。一直都是。那把伞你一直留着，为什么？第一天只是伞，后来是家。从第一天到现在，是滚烫的。他说下辈子也不会变，我相信。温度已经到了，一辈子不够，下辈子也烫。